今天呢，给大家试驾一款全新车型——吉利银河星舰7 EM-i。作为吉利新能源系列第一款在车尾印有 EM-i 标识的混动 SUV， 星舰7 EM-i 它的战略地位呢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听名字，EM-i 就是对标比亚迪 DM-i 的。那雷神 EM-i 斗超混 DM-i， 听名字是不是就很有噱头？孰强孰弱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测一测。 第一个环节很简单，我们来测一下这一台星舰7 EM-i 它的亏电油耗啊。这一台车无论是从它的车身尺寸还是预售价来看呢，就是对标比亚迪宋 Pro DM-i 的那台车啊，在用到了比亚迪最新的第5代电混技术之后啊，100公里的亏电油耗最低可以做到 3.79， 相当恐怖的数字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一台用到了吉利雷神 EM-i 技术的星舰7。 它的100公里亏电油耗能达到多少？能不能比比亚迪还要低？然后呢，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油耗测试的工况啊。车里面是坐了3个成年人，加上行李的话，已经接近4个人的体量啊。然后我们全程是开启空调的24度自动挡，我们的动力模式呢就是智能模式啊。然后全程行驶100公里左右，有47%的高速，再加上53%的国道和省道，以比较接近我们日常通勤的工况来看一下这一台星舰7 EM-i 它最真实的、有参考价值的真实油耗水平。 这台车呢，我已经开了有1个多小时了，正好趁着测油耗呢，和大家聊聊这一台星舰7 EM-i 它的驾驶感受啊。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时下比较流行的词啊，叫松弛来形容这台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开着这一台星舰7 EM-i 在市区里面，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，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松弛感。这种松弛感来自于哪儿呢？第一，我觉得就是它的动力啊。这一台星舰7 EM-i 它是用到了最新的 EM-i 电混技术。 和之前吉利的雷神那种3档 DHT 的结构不一样，这一台 EM-i 呢，它是单档的结构，我在市区里面开就很平顺、很舒适。而且你别看星舰7 EM-i 它是用到了 1.5升的混动系统，但是它的0百加速成绩可以做到 7.5秒，提速你的变道超车也是相当快的。而第2个松弛感是来自于哪？它的转向和的底盘啊。这一台星舰7 EM-i 呢，和很多新势力的那个 转向设计的不一样，新势力的很多车啊，他们的转向太过于轻盈了，而这一台星舰7 EM-i 呢，它的转向是比较适度的，不会太过于轻盈。然后底盘它的悬架行程也是比较长的，所以在过大小坑洼的时候呢，对颠簸的过滤也是相当的充分。说白了，这种松弛感呢，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人车的沟通感，就是我们过去常开 燃油 SUV 的时候经常说的人车沟通，就是我一个油门踏板，一个刹车踏板，或者是一个轻微的转向，这台车就知道你要干嘛，它很懂你。然后第3个松弛感是来自哪？就是很多老司机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，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，有一只手喜欢这样搭着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去转动方向盘，这样的话开起来就很松弛、很轻盈、很舒服、很惬意。这种感觉在开星舰7的时候呢，也是比较强烈的。 而另外一个就是这台车人机工程学啊，就是它的座椅对你臀腿的包裹性也是相当的到位啊，所以我才觉得这种松弛感、这种舒服的感觉就应该是一台家用的混动 SUV 应该给你的。它要好开，然后操控呢也比较灵活，人机工程学呢、包裹性啊这些做的也是相当到位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，这一台星舰7 EM-i 做的是相当到位的。 油耗成绩呢已经出来了，我们一共是行驶了103公里左右，然后表显的亏电油耗数据是2.7升。但是我们刚开始出发时候，它的电量是28%，最终它的电量是19%。这样综合算下来，这一台星舰7 EM-i 它的亏电油耗应该在100公里3升左右。这个数据怎么说呢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，但又在情理之中。为什么说它是意料之外呢？因为相较于它同级的比亚迪宋 Pro DM-i 这个数据
据还要低了0.几个毫升的油耗啊！不要小瞧这个数据啊，因为如果你算到每个月或者是1年的油耗数据当中啊，差不多1年可以给你省个大几百块钱啊，这个数据还是相当恐怖的。那为什么又说它在情理之中呢？因为这一台新建7 EMI 它搭载的雷神 EMI 超级混动系统啊，是真的有货啊！首先，这台车它是换装了1.5升的混动专用发动机，它的热效率是达到了46.5%，是目前量产的混动专用发动机里面最高的数值。你的热效率一高，就意味着你的油耗嘛就会越低一点。第二就是它的电驱系统，最新的11合一电驱啊，它的轻量化、集成度呢更有优势。这样的话，它的综合效率是达到了92.5%，在同级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。还有第3点，也是我觉得大家容易忽视的一点，就是这一台车新建7 EMI 它的风阻系数是达到了0.288 CD， 这个数据啊，你别说和20万或者30万的 SUV 去比较，哪怕是放到100万级的超跑 SUV 当中啊，这个数据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。那吉利是怎么做出来这么强大的风阻系数呢？除了这个运动的流线，还有用到了车尾翼之外，在一些细节上啊，吉利呢也是精益求精。给大家举2个小例子啊，一个就是新建7 EMI 它的引擎盖和环形 LED 大灯之间啊有一个细细的封条，大家看到没？很平滑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缝隙，这一点非常难得，因为这个级别、这个价位，很多的国产或者是合资 SUV 啊，它的引擎盖要么是凸出来，要么这个缝隙特别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跑高速的时候呢，你的速度越快，这个风阻呢就会越大，进而会影响到你的油耗。第二个就是大家45度可以看一下这一台车，你看不到雨刮器是不是？因为这一台新建7 EMI 它是用到了隐藏式的雨刮，让这一台车的设计看下去简约的同时呢，也会减少整车的风阻。所以这些精益求精的设计呢，让这一台车的风阻系数达到了同级非常领先的水平。所以到这里，我觉得可以给结论了。这一台新建7 EMI 呢，让人很有松弛感，开起来很舒服，也很放松。然后它的设计呢，不会那么的乖张，那么的夺目，看起来很平易近人。然后我们今天试驾了这个车漆，墨绿色的车漆呢，看起来也很有质感，很有阳光的感觉。同时，在换装了雷神 EMI 电混技术之后啊，这一台新建7 EMI 它的油耗更低了，但是性能呢却没有打折扣。在配置上，像 WHUD 540度的透明底盘、无线快充，还有好用的 Flyme Auto 车机等等10大越级的满配啊，我觉得这才是一台10万级混动家用 SUV 该有的样子。你们觉得呢？